紫渊深吸一口气，快步上前，挡在陈平与导师之间，脸上努力维持着平静，可眼底的波澜却藏不住。陈道友，此事确实是我神国学生有错在先，但当众断人手臂，未免太过偏激。魏魏大人在神国地位不低，此事若闹大，对道友你也没好处。不如先让学府的医师为这位同学疗伤，后续之事，我会向国主禀明，妥善处理，如何？他此刻再也不敢把陈平当成棋子看待了。一个能以地仙境1品碾压地仙境7品，还能言善辩，戳破神国虚伪礼仪的修士，背后就算真有势力，他本人也绝对是核心人物。这种人不能得罪，至少在搞清楚他的目的之前，绝不能撕破脸。陈平瞥了紫渊一眼，没接他的话，反而看向那捂着伤口、脸色惨白的魏风，淡淡道：“你方才说我是废物，现在看来，你才是真正的废物，不配让我出全力。你……”魏风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不敢再上前，只能咬牙切齿地瞪着陈平：“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，我等着。”陈平语气毫无波澜，仿佛对方的威胁只是耳边风，但下次再敢口出狂言，就不是断一条手臂这么简单了。说完，他不再理会在场的众人，转身朝着学府门口走去。那背影挺拔而孤傲，明明只是地仙境1品的修为，却让在场所有神族修士都觉得他仿佛是这片天地的主宰，无人敢拦。紫渊看着陈平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原本想借着逛神都的机会，一步步打探出陈平背后的势力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不仅没查到任何线索，反而被陈平狠狠打了神国的脸。先是在学识上碾压，再是用武力震慑，最后还戳破了神国高贵礼仪的假象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带他去疗伤。紫渊回头瞪了一眼围着的学生和导师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此事不许外传，若是让国主知道学府出了这种事，你们都担待不起。”众人连忙应下，七手八脚地抬着魏风去疗伤。紫渊快步跟上陈平，走到他身边时，语气里已经没了之前的审视，多了几分凝重。陈道友，你方才下手是不是太急了？魏魏大人是国主身边的重臣，掌管神都防务，他若追究起来，就算有我在，也未必能护得住你。护我？陈平侧过头看了紫渊一眼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紫姑娘，你觉得我需要人护？紫渊一噎，竟说不出话来。方才陈平斩剑的瞬间，他清晰地感受到，那柄剑上蕴含的杀气，绝非寻常修士所有。这种杀气是经历过无数生死搏杀才能沉淀下来的，比神国那些只在温室里修炼的修士强了不止一星半点。两人并肩走在神都的街道上，街上的神族修士看到陈平，都下意识地避开，因为陈平此刻身上竟然带着若有若无的杀意。紫姑娘，你们神国的学府就是教出这种内外兼修的学生？陈平忽然开口，打破了沉默，仗着境界高就目中无人。输了就拿家世威胁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高贵？紫渊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却还是强撑着高傲道：“陈道友，个别学生的过错不能代表整个神国。神国传承万年，讲究的是礼义人之信，只是有些年轻人心性未定，难免会有些傲气。”傲气？陈平冷笑：“我看是狂妄自大。在这个天界，实力才是根本，可你们神国却把读书礼仪当成炫耀的资本，觉得修炼之外还要读书，就是比别人高贵。可实际上呢，你们的学生修为不如人，学识也不如人，最后只能拿神族血脉当挡箭牌，这跟井底之蛙有什么区别？”紫渊被陈平说得哑口无言，他想反驳，却找不到理由。方才在学府里，陈平辩论时引经据典，从天地大道讲到修炼本源，那些内容连他这个国主幕僚都觉得受益匪浅。而神国的学生除了会背诵几句经文，竟连基本的逻辑辩论都做不到，最后只能靠境界来压制，结果还被陈平一剑斩断手臂。前面是神国的万宝阁，里面收藏了不少天界的奇珍异宝，道友要不要进去看看？紫渊转移话题，
他知道在跟陈平争论高贵与否，只会让自己更难堪，不如继续打探他的目的。万宝阁里有不少提升修为的宝物，道友虽然实力不俗，但境界终究还是低了些，或许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。他这话看似是好意，实则是在试探。如果陈平背后有势力，肯定不会缺宝物；如果他只是个散修，面对万宝阁的宝物，难免会露出贪婪之色。陈平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万宝阁，那座楼阁通体用白玉建造，上面镶嵌着无数颗夜明珠，即使是白天也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门口站着2名地仙境8品的护卫，气息沉稳。看得出来，这万宝阁里面的东西都十分的珍贵，要不然不会用地仙境8品的护卫。不必了，陈平淡淡拒绝，我对宝物没什么兴趣。陈平的储物袋中有不少宝物呢，而且他的神王宫那可是真真正正的神兵，怕是这万宝阁里面的东西都比不上的。紫渊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他没想到陈平会拒绝得如此干脆。万宝阁里的宝物，就算是神国的修士，也未必能轻易得到。陈平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竟然毫不动心。道友难道不想提升境界？紫渊追问。地仙境1品在天界只能算是底层修士，若是能得到万宝阁里的洗髓仙露，说不定能直接突破到地仙境3品。境界？陈平看了紫渊一眼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屑。在我看来，境界只是修炼的表象，有的人境界高，却只是虚有其表，连一个地仙境1品都打不过；有的人境界低，却能斩杀比自己高好几品的修士。紫姑娘，你觉得是境界重要，还是实力重要？紫渊沉默了，他想起了魏峰地仙境7品的境界，却被陈平一剑斩断手臂；想起了自己地仙境8品巅峰，却在面对陈平的威压时，下意识地感到畏惧。道友说的有道理。紫渊叹了口气，语气里少了几分高傲，多了几分真诚。只是在神国，境界高低直接决定了地位。若是没有足够的境界，就算实力再强，也很难被人认可。所以你们神国才会越来越弱。陈平淡淡道，只看重表面的境界，不注重实际的实力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变成一群只会炫耀血脉和境界的废物。紫渊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停下脚步，看着陈平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警告：陈道友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神国是6重天的顶级势力，不是你能随意诋毁的。我是不是诋毁，你心里清楚。陈平也停下脚步，目光锐利地盯着紫渊。雷音中被道，魔魂即将冲破封印，你们神国不想着如何解决危机，反而还在想着跟神殿联姻，而且你们神国很有可能跟着恶道殿勾结。要知道恶道殿可是出名的魔族邪修，就凭你们这样，也配称顶级势力？紫渊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猛地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道：你怎么知道雷音中的事？还有谁告诉你神国跟着恶道殿勾结了？他一直以为陈平只是来押解公主的，却没想到他竟然知道雷音中被盗的事，甚至还知道神国可能与其他势力勾结。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修士能知道的消息，除非他背后的势力真的与雷音中被盗有关。陈平看着紫渊紧张的样子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。紫姑娘，你与其在这里打探我的身份，不如想想，若是魔魂真的冲破封印，你们神国还能保住这份高贵吗？说完，陈平不再理会紫渊，径直朝着前方走去。紫渊站在原地，看着陈平的背影，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他现在可以肯定，陈平绝对不是来押解公主这么简单，他的目的恐怕与雷音中有关，必须尽快把此事禀报给国主。紫渊心中暗道，他快步跟上陈平，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。陈道友，前面就是神国的祭祀广场，国主正在那里举行祭祀大典，祈求神明庇佑。若是道友想见国主，我可以带你过去。他决定不再试探，直接带陈平去见国主。既然陈平知道这么多事，不如让国主来决定如何处理，毕竟国主的修为和心智都远胜于他。
陈平看了一眼前方的祭祀广场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神像，神像通体由黄金打造，散发着浓郁的神力波动。广场上站满了身着祭服的神族修士，正随着祭祀的音乐缓缓跪拜。祭祀大典，陈平眼中闪过一丝玩味，在魔魂即将冲破封印的时候，不去想办法解决危机，反而在这里祈求神明庇佑。你们神国还真是虔诚啊！紫渊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却没再反驳。他知道陈平说的是事实，可神国传承万年，祭祀大典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就算遇到危机，也不能轻易废除。两人走到祭祀广场的入口，门口的护卫拦住了他们。为首的护卫是一名地仙境8品的修士，他看了一眼陈平，又看向紫渊，恭敬地问道：“紫姑娘，这位是？”他是押解公主回来的修士，名叫陈平，我要带他去见国主。紫渊说道。那护卫皱了皱眉，看向陈平的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视。国主正在举行祭祀大典，外人不得入内，而且他只是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，不配踏入祭祀广场。紫渊刚想开口，陈平却抢先一步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不配。”他上前一步，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住那名护卫。那护卫脸色骤变，他没想到一个地仙境1品的修士竟然能散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压。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长枪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有些僵硬。你敢在祭祀广场前放肆？护卫咬牙道：“这里是神国最神圣的地方，岂容你一个人族修士撒野？”神圣？陈平嗤笑抬手，指尖凝聚起一缕金色灵力，朝着护卫面前的地面一点，轰的一声，地面瞬间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缝隙，缝隙周围的地面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从缝隙中散发出来。那护卫吓得脸色惨白，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，手中的长枪都掉在了地上。他看着那道缝隙，眼中满是惊恐，这股力量绝不是地仙境1品能拥有的。现在我配不配进去？陈平看着护卫，语气依旧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护卫浑身发抖，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，连忙让开道路：“配，配，道友请进。”紫渊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的震惊更甚。他现在终于明白，陈平根本不是什么背后有势力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隐藏的强者，地仙境1品的境界，恐怕只是他故意显露出来的假象。两人走进祭祀广场，广场上的神族修士看到陈平，都停下了祭祀，纷纷侧目。他们看着这个穿着普通境界只有地仙境1品的人族修士，跟在紫渊幕僚身边，脸上满是疑惑和轻视。那是谁啊？怎么会跟紫渊幕僚在一起？好像是押解公主回来的修士，听说只是个地仙境1品。地仙境1品也敢来祭祀广场？这可是神国最神圣的地方。议论声此起彼伏，那些神族修士的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。陈平对此毫不在意，他的目光落在广场中央的神像上。那神像的面容庄严，手持权杖，身上刻满了繁复的神纹，散发着浓郁的神力波动。陈平从这神纹之中竟然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。这神像上的神纹跟着雷音钟上的似乎有相似之处，都蕴含封印之力。紫姑娘，你们神国的神像是用什么材质打造的？陈平忽然问道。紫渊愣了一下，随即说道：“这是用天界的神陨金打造的。神陨金蕴含着浓郁的神力，是打造神像的最佳材料。”怎么啦？没什么。陈平摇摇头，心中却暗自思索：神陨金能蕴含神力，也能用来加固封印。雷音中背道，魔魂即将冲破封印，而神国的神像上却有相似的封印气息。难道神国与雷音中的封印有什么关联？就在这时，祭祀广场的高台上，一名身着金色祭服的老者睁开了眼睛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却散发着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，这是人仙境的气息。他就是神国的国主吴昊。陈平万万没有想到，神国的国主竟然是人仙境。如此一来，
那神殿六殿主的实力就不如这神国国主了。就连那雷音观的无极道长也不是这吴昊对手。难怪神国如此庞大，占据这么大片的风水宝地，而没有其他人来争夺了。吴昊的目光落在陈平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紫渊，这位就是押解公主回来的修士。紫渊连忙上前，恭敬的行礼，回国主，正是。他名叫陈平，此次将公主殿下安全送回神都。吴昊点点头，目光再次落在陈平身上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陈平道友，多谢你将小女送回，不知道有此次前来，可有什么需求？神国定会满足你。陈平目光炯炯，直视吴昊，沉声道：国主，在下确实有一事相问。听闻雷音观的雷音中被盗，不知道这跟着神国有没有关系？吴昊原本平和的脸色瞬间凝重起来，他紧紧盯着陈平，眼中闪过一丝警惕，随后质问道：你一个区区地仙境一品修士，怎么会知道雷音中被盗的事？这可是雷音观机密，若非雷音观高层，根本无从知晓。陈平迎着吴昊的目光，坦然道：实不相瞒，我跟着雷音观的无极道长是朋友，很好的那种。吴昊微微皱眉，沉思片刻后道：既然如此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随我去皇宫详谈。说罢，他长袖一挥，带着陈平朝着皇宫的方向飞去。到了皇宫内殿，吴昊平退左右，神色凝重地对陈平说道：你可知这雷音中对雷音观而言至关重要？其实神国与雷音观一样，地下镇压着无数魔魂，而这祭祀大典便是为了加固镇压魔魂的神文。如今雷音观的雷音中被盗，我神国也岌岌可危。这几日我已加强了神都的守卫。陈平心中一凛，问道：国主，依您之见，雷音中被盗与何人有关？吴昊眼中闪过一丝寒芒，沉声道：我怀疑此事与恶道殿脱不了干系。那恶道殿行事诡秘，专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而且据我暗中调查，神殿六殿主似乎也与恶道殿有所关联。堂堂神族修士，竟然跟着那些邪魔外道走到一起，真是不知廉耻的家伙。现在的神殿早已经不是以前了。很明显，吴昊对于现在的神殿很是不满意。陈平闻言不禁质问：既然如此，国主为何还要将公主嫁给神殿三殿主之子？这不是与虎谋皮吗？吴昊长叹一声，解释道：我此举也是无奈之举。我怀疑三殿主与恶道殿有勾结，将小女嫁过去是想让她借机接近三殿主，调查清楚此事。若真如此，神国便可提前防范，避免大祸临头。陈平心中暗自思量，觉得吴昊所言属实，看来神国国主并非与盗取雷音中之人同流合污。他心意已决，起身道：国主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便不再打扰。我打算离开神国，去寻找恶道殿的踪迹，看能否寻到雷音中的下落。吴昊连忙伸手阻拦，诚恳道：陈道友，留步！你既有此心，又有这般实力，何不留下来与我神国合作？如今魔魂即将冲破封印，若让他们重见天日，整个六重天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神国愿倾尽所有，与你一同调查雷音中之事，绝不能让人把魔魂放出来。陈平看着吴昊诚恳的眼神，心中一动。他深知此事事关重大，仅凭自己一人之力确实有些吃力，若有神国相助，寻到雷音中的希望也会大增。思忖片刻，他拱手道：国主如此诚恳，在下便答应留下来，与神国一同对抗这即将到来的危机。吴昊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拍了拍陈平的肩膀道：好，有陈道友相助，神国幸甚，天界幸甚。吴昊见陈平应下合作，眼中露出真切的笑意。他深知眼下神国看似强盛，实则内忧外患，雷音中被盗的阴影未散，神殿与恶道殿的勾结若隐若现，急需陈平这样深不可测的帮手。